宛西安那边我去看过了，虽然破旧了些，但是难得清静。元皇后挺好的。之前德王府被查抄的时候，我偷偷留下了2件德王生前常穿的袍子。如果你还想给他立个衣冠冢，兴许派得上用场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他们藕断丝连，母后的心里只有他。若说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，那是自欺欺人。可越是怀疑，就越不敢去触碰，更不愿意去查探真相。父皇与我是慈父，是严父，是这个世界上最信任也最亲近的人。我曾经想过，就算自己不是他的骨血，我们之间的父子之情也早已超过血脉。我从来就不在乎什么皇位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失望。可谁会料到，父皇的心里埋藏的只有恨，只有恨。你父皇，他疼你，是因为你的好；他恨你，也是因为你的好。只是你父皇，他终归是一个可怜人。人都有选择，可惜他偏偏选择了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路，还要拖着你们所有人一起。只是事到如今，所有的事情是真是假，是好是坏，你都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一切还来得及，对吗？来得及，来不及，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。我何时曾有过选择？曾经以为最爱我的人，却如此之恨我。我恨之入骨的人，却可以为我死。你说，人心究竟是什么？无忌，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，我也不会背叛你的。我会永远都在你身边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你不知道，以后你到底会面对些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从雪原山一路走来，
从一个最卑微、最渺小的我，一路走到今天，我知道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磨砺。也许上苍早已经注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有着什么样的使命，所以我们经历的所有的生离死别，还有恩怨情仇，都是上天给我们穿上一道又一道的盔甲，在真正的命运来临之际，会让我们变得坚强，变得无所畏惧。无极，你是我见过最聪明、最勇敢的人，没有事情可以把你打倒。从前不会有，现在不会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只是五洲现在不能乱，天权不能乱。你的姊妹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说的没错，一个君王，没有悲伤的权利。我在呢。陛下，君临社稷，天下富强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若我们不是这穹苍的长老，谁能想到这长青殿下竟藏着地飞天的封印巨石？我看这1000年的封印，怕是再也困不住他了。今日我召集各位来，就是要商议此事。如今地飞天之力又起风浪，月卓渊的那半残石已经守不住了。眼前的这一半，万万不能再生差错。诸位都是上古穹苍长老的传人，只有大家联手加持封印，才能避免天下生灵涂炭。我等虽然身负重任，看守这残石，可时至今日，这封印之石的暗黑之力日渐强盛，只怕我们4人的幻术灵力已不是他的对手。长老的意思是，我们4人可用元神合力压制暗黑之力，加持封印。但是此法虽可解一时之急，却不能永绝后患，便只能交由天地命数了。既是我们的使命，那便开始吧。
是还有无极吗？他找到妖女了吗？啊？眼下这残石若再蠢蠢欲动，恐怕只有无极能拯救天下苍生了。无极，你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不是为师要逼你杀的，是如今天下苍生命悬一线，无路可退呀！待他回到穹苍，只有妖女和地飞天一同毁灭，五洲方才得生啊！飞扬，要怎么做才能让五洲安泰？怎么做才能让你安好？玄灵真夜的天玄之人就在你身边，杀了他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危及你的生命。不杀他，你将注定要继续走这条最艰难的路。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当心别着凉了。我看你好几天都没合眼了，终于能睡上一觉，再好不过了。小时候我经常站在这里看看日出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这个皇宫仿佛也变得温暖了一点。世道的艰难，人心的险恶，根本算不得什么，匹夫一瞬罢了。我小时候也喜欢站在玄元山上看太阳。这世间纵有千般愁，万般怨，还有那数不清的拿得起与放不下。但是太阳从来不会在意这些，每天还是反反复复按照自己的路，每天都会照常升起。守得日出日落容易，守得人心难。谁让这人心最容易变呢？我一直相信，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劫，没有踏不平的疆土，没有劈不裂的恩怨，只有守不住的人心。你知道吗？我记得第一次我在玄元山的甜豆赛上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一边害我，还一边在帮我？还没想明白呢，就已经到了太渊。
那时我就想，我呢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的面具摘下来，然后好好把他看清楚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何要帮我？我是救你命的人，你只需要记得这点就好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骗子！等我揭下面具的那一天，你就知道了。结果一路走来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看你，倒是看得越来越清楚，反倒是我自己，我却好像看不清楚了。从太渊的王后到玄机的女王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我？你只需要记得，你是我的扶摇，其他的什么也不重要。无极，你说有没有这样一个五洲，到处都充满着光明，还有平等？就算有那些我们避免不了的黑暗，但还有人努力的在为这些光明还有平等做着事情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要做这样的君王，给他们最好的五洲？你要去哪里？你先答应我。你先告诉我。看把你紧张的，我还能去哪儿呢？我可是玄机的女王，我还有我的子民在等着我呢。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拖累，害得我都没有好好玩一玩。等忙完了这一阵，我就把五洲好好的看一看，到时候想去的地方都玩一玩，去那些……我陪你。这一路让你受尽了委屈，因为我们都有不得不做的事情，也有我们割舍不下的责任。割舍不下的是你。如果到最后残局已定，无力回天，我只想像现在一样，一直陪着你。你就是祸乱五洲的罪魁祸首。只有你真正的死去，天下苍生才能再次躲过人间炼狱的浩劫。无极，要杀了他，只能是你，必须是你。
新皇正位，五州永昌，众臣拜叩。新皇正位，五州永昌。众卿平身。谢皇上。先帝遗训，丧葬从简。如今朝中大事已定，段同，你差内廷记下，冬至日贵人登天门吉时，绿竹山祭东，睿宗皇陵落葬。臣领诏。陛下，偏权新皇登基，理应派出御前使节前往穹苍接领受封诏书。臣已拟出数名备选官员，还请陛下过目。不必了，我心中已有去穹苍领命的人选。元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穹苍啊，给我定了一个死法。他们不但想要我的命，他们还希望无极亲手来杀我。无极，人这一生有很多比自己心愿更重要的东西，那些深爱和成全，宽容和放弃，牺牲和了解，轻易的抛掷和努力的争取，那些凝写在我一路血泪历程里，永远亮着，照耀我往前走的东西。没有你，没有你们，我走不到现在。我不能辜负了这借来的命，也不能忘了你们有过的牺牲和付出。如今，我已经没有可能再抛却这些印记了。他们看似轻弱无力，但却坚如磐石，没有力量可以拂去。一生能有多长，能遇见你，已是幸运。只要那一个爱我，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？若无病魔，若永无苍老，又怎叫花火不生诛心斗？为人守，为心留，为梦把运气都赶跑，要我美得
这朵它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。有道说，此生所求不过翻云覆雨厮守。求若不得，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若道说来世若求，唯愿寒蝉终莫参透。梦为星球，赐我哀愁，半生着落。着落。你拿什么来对这诗一首？若我坎坷，若不曾跌落，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？为自首，为寂寞，为云烟过眼都可抛。丫头，我说过，再也不要不辞而别。你又忘了？有道所思所求，不过翻云覆雨厮守。求若不得，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有道说来世若求，唯愿寒蝉终莫参透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不要去，永远都别去。如果你一定要去，那记得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你不该来的。要说来世若求，唯愿寒蝉终莫参透。事情关乎你的命，我怎么能不来？当初在玄机深宫，我犯过那样的错。我说过要带你走，却让你身陷险境。等我赶回去的时候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。从那日起，我便对自己发誓，我再也不要面对那样的来不及。我再也不要面对那样的毫无音讯。师尊，无极师兄已经到达扶风雾海，还带了一位女子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
你到底还是明白自己的身份。妖女啊，还是要回来了。师尊，无极师兄他怎么了？他但说无妨。他隐去了踪迹，我们无法找到他。孽徒。好，好，你们来了就好。幻生殿恭候你们多时了。找到他们。这不是你天权的上阳宫吗？算是吧。你是照着上阳宫的样子，在这又修了一处。穹苍的一切如真似幻，你所眼见的未必是真，看不见的也未必是假。这里是我花了10年的时间，耗尽毕生所学才建成的，如今应该算是穹苍最安全的地方了。花费了10年时间，建了一所自己熟悉的房子。这里应该是你最想念的地方吧？33天宫离恨天最高，440病，相思病最苦。原来无极太子也会写这么酸的诗啊！好了，来交代一下吧，这是让哪个师姐师妹伤了心，可怜巴巴的写下这种句子啊？怎么？你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啊？是吗？我就是吃醋。你是我的，你怎么能去相思别人呢？你怎么能？这是你第一次说我是你的。你就是我的，你永远都是我的。
师尊，幻生殿飞烟殿主说要见你。飞烟，我长青殿和幻生殿虽同在穹苍，但这数百年里几无往来。幻生殿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找我？那弟子这就去回了他。慢着，幻生殿也是穹苍仙师所建。如今这幻生殿的飞烟，若要论辈分，还比我高上不少。如今正是五州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突然造访，也许是有要事，不妨见上一面。是，弟子明白了。师尊总说，凡尘不过是过眼云烟。穹苍弟子追求的，应该是永生永世。俗世原本对我来说，不过是身为天权太子不得不尽的责任。直到遇到你，这一切都变了。遇上你的每一时、每一刻，我都觉得好快乐，但好短暂。因为有你，我爱着俗世；也因为有你，我第一次想要活得长久。我知道，你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才来到穹苍。我也知道，一个人的生死和天下苍生比起来，其实算不得什么。可如果这个人是你，我就不能。无极，飞瑶，只要有一分的机会，我都要跟你一起活着。我不相信有什么天道大义，需要牺牲一个无辜的生命来成就。如果真不能避免，那我们一起。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，就算这是命，我也不忍。好。是飞燕。我们才来到穹苍1个多时辰，幻生殿就已经派出这么多的眼线。我先去找我师尊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师尊正要拿你，我不能让你去自投罗网。如果我不随你去，你师尊会放过你吗？